这是一批报废了的动力电池，它们来自新能源车。这是2021年11月到2022年11月中国汽车的销量，其中新能源车为296.7万辆，约占 7.5%。再往前推12个月，这个数据是 5.8%。2020年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退役总量约为20万吨。20万吨是多少呢？如果这些重量是由手机电池组成的话，可能需要近40亿部手机这么多。去年中国汽车动力电池装机量已经占到了全球的 52.1%， 而到了2025年，报废动力电池数量还要再翻3倍，达到78万吨。有人说废旧的电池市场本质是一个储量巨大的移动矿山，也有人说这些电池处理不好将造成难以逆转的环境污染。本期视频我们就讲一下动力电池回收这个新兴的热门赛道。面对我国首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的退役潮，动力电池的1000亿商业图谱是怎样的？新能源车主的报废电池包到底有哪些价值？老牌的欧洲车企在这个方向上又做了哪些前瞻性布局呢？为什么今年动力电池回收会比较热门呢？首先是我国第一批绿牌新能源车主要是14年左右上的牌，而最早那一批动力电池的生命周期一般是5到8年，很多是用于出租车网约车，所以那批电池包报废时间点也就比较集中。另外就是近2年制造电池的一些关键金属都在涨价，锂价2年涨了12倍，镍价今年曾因为俄乌冲突2天内就暴涨 248%， 甚至有人计算过之前我国的1元硬币为铜芯镀镍硬币，如果真把100枚硬币融化了，内含的镍价值就能有150元。不过这里提醒大家，人民币只能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收回，集中统一销毁。12月镍价涨幅再次刷新近半年的高点，所以在今年很多品牌的新车要面临的是电池成本已经占到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总成本的 40%至 60%。7、8年前的动力电池再次拆解粉碎提炼后就会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尤其是3元电池，理论回收价值已经达到了每吨 4.3万元。还有一种应用场景就是梯次利用，就是新能源车动力电池容量衰减到初始容量的 80% 以下后还可以给一些电车在低速场景继续用，比如矿车、工厂里的叉车，再比如通信基站在停电期的备用电池，过去多是铅酸电池，也可以逐渐升级成锂电池。大家可以类比为小时候玩四驱车的电池可以切换到空调遥控器上继续用。但是目前回收这些电池仍面临巨大的挑战，电池进入消费渠道后高度流动分散，想进行统一标准的回收难度很大，而且最早有一些靠补贴起来的电车企业今天有都倒闭了，这也让退役电池的质量参差不齐，电池信息根本不透明，能再次使用的回收电池和报废电池的价格相差10倍，因为没有判断标准，这也使得他们在收购电池时非常谨慎，对退役电池的状态缺乏有效检测手段，回收企业大多时间只能凭经验收购，检测分选成本很高。曹德旺去年也说过，电池废弃后如何处理是巨大的难题，所以目前这个市场极度分散，很多倒爷参与在其中在监管比较粗放的时期，产业链上的小作坊也说我们去看一批电池常常像赌石一样，卖方报了价格，但这批电池到底是好是坏是没法知道的。3元锂和磷酸铁锂电池中已有21种化学成分被列入我国污染物排放管制对象之中，如果处理不当，对地下水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污染。所以为了避免新能源汽车的爆发式增长带来爆发式污染，这个行业的发展只能靠政府和大车企。工信部也推出了一些白名单企业，只允许符合环保标准的一些企业进入这个行业。这个白名单近期也在不断的扩充当中其中主要有以上4类企业参与。最终我们判断这个行业更大概率是车企主导，因为对于位于产业链核心地位的车企来说，动力电池回收既是一名有经济价值的新生意同时也是有环境价值的好生意。不仅解决了电池废气的污染，对降低碳排放意义也重大。动力电池光是生产环节的碳排放量就能占到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的 36%， 大部分的碳排放是来自最初对镍钴锂的开采和加工。一个70千瓦时的电池包生产时的碳排放量为4410千克，这些碳需要
250棵树木惜一年。所以欧洲车企里面，目前在新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方面下注最多的宝马，就非常注重动力电池的批次利用和闭环回收，而且他们是在5年前的战略就很清晰了。17年搭建了电池溯源管理系统，对动力电池从生产到退役回收全阶段进行追踪。2020年，宝马找到了一家专业从事动力电池回收的公司华友循环，共同合作开发废旧动力电池在工厂叉车、储能站等批次利用场景。2022年，双方深化合作，首次实现了对国产动力电池原材料闭环回收，并将分解后的原材料用于生产全新的宝马新能源车动力电池。一个完整的闭环过程是这样的：当电池退役后，由宝马 4S 店对其进行全方位体检、分离、拆卸、分类、扫码、信息云端共享。整备好的电池将被运输到华友，华友在收到电池后，再对电池进行破碎、筛分、提取等一系列筛选流程，最终把回收到的镍钴锂再全部运回宝马的电池供应商，成为下一批电池的原材料。这个合作方也很有意思。华友循环是华友钴业旗下的子公司。中国虽是一个少镍又少钴的国家，但华友钴业是靠做稀有金属起家的，也是新能源背后的隐形大佬。那为什么采矿企业要布局这个呢？宁德时代的曾毓群前不久也表示，矿产资源并不是这个产业发展的瓶颈，因为目前已探明的锂资源储量可以生产160亿千瓦时的锂电池。同时电池里面绝大部分材料是可以重复利用的，大家镍钴锰的回收率慢慢都能达到99%。如今的短缺只是结构性短缺，到了2035年循环利用退役电池中的材料就可以满足绝大部分的市场需求，也就是未来靠采矿去满足新需求是越来越少的。讲到最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新能源车企对新的能源结构的影响是全方面的。上个月宝马更是在沈阳追加了100亿投资生产动力电池，所以车企对电池核心的控制力度目前看还远没到终局。动力电池的市场格局仍会持续变化。在燃油车时代，我们不会看到车企去投资石油开发或者是加油站项目，但是在新能源车时代，车企是未来新型电池、固态电池的主要投入者，也是新型能源站的重要建设者，是能源供应商。像宝马这样的车企同时也是循环减碳的先行探索者，为行业发展打开了新的思路。那5年后的新能源车和动力电池产业又会变化成什么样呢？一定是在我们的想象之外。你对车企的变化又有什么样的思考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大蜡烛，我们下期再见。